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徐凯这次豁出去了，演反派儿子，警察老爸丁永岱追凶发现凶手竟是亲儿子，虐心父子猫鼠游戏一开播就封神，2026悬疑黑马稳了。徐凯这次豁出去了，演反派儿子，警察老爸丁永岱追凶发现凶手竟是亲儿子。虐心父子猫鼠游戏一开播就封神，2026悬疑黑马稳了。最近，腾讯视频 X 剧场新剧《方圆800米》刚播到第4集，弹幕里已经炸了锅。不是因为猜不出谁是凶手，恰恰相反，前2集就把名牌甩观众脸上了。警察父亲陈宏兵丁永岱是顺着案件线索追下去。所有证据都指向亲生儿子陈辉徐凯是，观众一开始就知道答案，可坐不住了，忍不住往下点。什么原因？因为整部剧的悬念不在于谁干的，而在于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当你发现儿子是凶手，你抓不抓？抓了，家碎了；不抓，良心碎了。这一刀下去，是劈在亲儿子身上，还是劈在自己一辈子的警服上？全剧最大的看点就是看这父子俩在800米方圆里怎么演，怎么熬。有网友看完电梯间父子拉扯背包那场戏后直接说：“这哪是悬疑剧，这是在我心口上戳刀子。”从古装男神到矿区糙汉，徐凯的自毁转型到底是豁出去了，还是用力过猛？徐凯这次的变化大到第一眼让人认不出来，涂黑肤色，剪乱头发，暴瘦到脱缰，把自己从傅恒氏的翩翩公子硬生生掰成了一个满身烟火气的矿区青年。他在剧里溜旱冰，骑摩托车，台词用原声，眼睛里不是清澈的贵气，而是藏着800个心眼的阴郁与隐忍。说实话，徐凯这场转型牌打得很大胆。从《延禧攻略》爆红之后，他背了这么多年古欧美男的标签，突然扭头就演一个贩毒的罪犯儿子，这种落差本身就带足了话题性。导演裘仲维看了成片后公开表示非常意外，他退掉了以往所有的荧幕形象，并且专门提到一场被掐脖子的戏，徐凯主动要求对手演员来真的要演出几度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状态，这种敢于把身体和情绪都豁出去的投入感，确实超出了很多人对偶像型演员的预期。徐凯本人对此也表现出了异常清醒的职业态度。他在多个场合强调，转型不能靠单部作品，而要靠一个个角色积累。过去几年，他陆续接了《火场追凶》等现实题材，主动剥离古装剧的华美外壳，试图在火场废墟与人性心欲中完成表演的祛魅，通过体能特训、心理学案例研读等沉浸式准备，去触摸角色的坚硬内核。这种归零态度，在年轻一代流量型演员里确实不多见，但在具体的表演细节上，徐凯仍然面临着不小的争议。有观众尖锐指出，他在剧中呈现出瞪大眼睛、抿着嘴的固定表情套路，不管什么场景都靠这一套来应对，缺乏情绪层次的递进。比如裘医生给女友安排手术那场戏，本该体现走投无路的焦急和卑微，他却显得过于平静。父子同乘电梯被怀疑时，也仅仅是瞪大眼睛加个歪嘴，缺少真正心虚又强装镇定的复杂微表情。这其实是所有从偶像赛道转战实力派的演员都要经历的一道坎。帅惯了的人，要演一个不帅的角色，光是外形改造只是第一步，最难的是放下那种被观看的意识，真正进入角色的潜意识里。许凯努力的方向是对的，但在面对丁永岱这样每一道皱纹里都是戏的老戏骨时，他的表演还缺少一点进入感。那种不需要用力演就已经活在角色里的松弛与厚重。丁永岱的定海神针，
他用一场矿洞对峙告诉流量演员，什么叫不演比演更难。如果说徐凯是用尽全力在演，那丁永岱就是在用呼吸在演。他是演的陈红兵，是一个在矿区派出所干了20年的老警察，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在这方圆800米的辖区里维持秩序。案子来了，他按经验走，按逻辑查，该找线索找线索，该审嫌疑人审嫌疑人。可问题在于，案子越查越不对劲，每一个线索都像一根绳子，一步步把他的手绑到了亲儿子身上。这种撕裂感，丁永岱全程没有靠台词说出来，全是靠微表情和肢体语言撑着的。吃饭时频频走神，夹着菜的手在半空中顿一下，眼睛望向别处，看儿子时带着试探，目光里满是犹疑。独处时默默抽烟，烟雾从嘴边飘散，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一样沉。有观众看后评价说，丁永岱一个眼神，徐凯3句台词全崩。这话虽然有夸张成分，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真正高段位的表演，靠的不是更多的动作和台词，而是不演的定力。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矿洞对峙那场戏，没有夸张的台词，没有激烈的肢体冲突，丁永岱握着枪，眼神里全是挣扎。他在《琅琊榜人世间》里塑造过的经典角色，已经证明了他对复杂人物质感的掌控力。但这一次，他把陈红兵的护犊执念与警察职责之间的撕扯，压缩到了每一个细微的呼吸和停顿里。你会觉得他不是在演一个警察，他就是一个真实的老警察，有血有肉，有执念，有纠结，有职业的刚毅，也有父亲的柔软。其实这就是老戏骨和流量演员最大的区别。流量演员在演情绪，演愤怒，演悲伤，演紧张，每一个情绪都要外化给观众看，生怕你看不见。丁永岱在演人，他的每一个反应都来自角色自身的生命经验，而不是剧本上的标注。他没有刻意在演挣扎，他只是让陈红兵活在镜头里，然后让观众自己去感受那种挣扎。这种表演不张扬，但后劲极强。看完之后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心里堵得慌的，不是剧情的悬疑反转，而是丁永岱那张沉甸甸的脸。传统悬疑剧的套路是把凶手藏到最后，观众跟着主角一路猜，最后揭晓答案的时候获得解谜的快感。但方圆800米完全不按这个套路出牌，他在前2集就把陈辉是嫌疑人这个答案直接摆出来，等于告诉观众，你不用猜了，凶手就是他儿子。这种明牌玩法风险很高，因为一旦谜底提前揭晓，整个追剧的动力就可能崩塌。但这部剧反而把劣势转化成了优势，它让你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上帝视角，然后看着这对父子在谎言和真相的边缘互相试探，那种紧张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因为你的知情而变得更强烈。你会忍不住替他们捏一把汗，担心父亲什么时候会发现真相，担心儿子什么时候会露出马脚，担心母子3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下一秒会是谁先绷不住。这种被命运按着头看一桌人吃饭的窒息感，比单纯猜凶手要虐心得多。从已经播出的4集来看，剧中的悬疑节奏并没有因为明牌而变得松散。焚尸案的死者身份被确认，一枚生肖牛年纪念币成为关键线索。而这起1997年的焚尸案又牵扯出了1972年的一桩旧案，死者和陈红兵的未婚妻有关。紧接着，违禁止壳路的贩卖网络浮出水面，警察顺着玻璃碎片查到死者一直在干架死的勾当，多重案件交错推进，而每一次调查推进都会让陈辉身上的嫌疑加重1分，也让陈红兵的心理压力叠上1层。父子之间的暗战是全剧的情感主线。陈红兵在查止壳路案时意外发现
子的旱冰场也在卖那种棒棒冰，试探着询问时，陈辉三言两语就搪塞了过去。但谎言终究是谎言。当陈辉发现父亲开始怀疑自己，他赶紧通知女友停止交易。可女友在跟下线交易时被人看到了脸，危险一步步逼近。为了摆平一个难缠的下线，陈辉先是给钱给货，最后动了杀机。而就在准备动手的时候，父亲的敲门声从门外响起。那扇门的两边，一边是正在滑向深渊的儿子，一边是不知情却越来越接近真相的父亲。这种近在咫尺却隔着一层纸的距离感，比任何一场正面冲突都要让人揪心。方圆800米的配角阵容也是一张能打的底牌。胡可这次和丁永岱3搭演夫妻，他在剧中饰演陈红兵的妻子丁月。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传统的矿区家庭妇女，在丈夫和儿子之间尽力维持着平衡。但随着剧情推进，胡可的角色很可能要在丈夫和儿子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支持丈夫追查真相，要么护着儿子隐瞒罪恶。胡可的表演一向擅长那种收着眼的引人感，把被生活压着的痛一点点从缝隙里往外渗。从预告中他那个隐忍又复杂的眼神来看，这个角色的张力才刚刚开始释放。涂松岩饰演的霍开明是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他1972年是煤矿的安全员，现在成了出租车司机，和2起焚尸案都有牵连。面对陈红兵的追问时躲闪的眼神暗示他身上藏着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多的秘密。而且他还暗中威胁陈辉，让陈辉替他找一个叫焦玉琴的女人。涂松岩那种不温不火、深藏不露的表演风格，非常适合演这种让人摸不清底细的灰色人物。他身上有一种天然的不可信感，让你觉得他每一句台词后面都藏着另一句话。邓恩熙饰演的高松阁是陈辉的亡命情侣。预告中反复出现的金鱼共生，意象贯穿了这对角色的命运。他们如同困在鱼缸里的金鱼，极力想要冲破看不见的边界，却一次次被现实弹回原点。邓恩熙虽然年轻，但他在有限的戏份里，把那种被命运困住的迷茫感诠释得很有感染力。尤其是他与许凯的对手戏中，那种一个为了爱选择犯罪，一个因爱被困其中的纠葛，把整部剧的情感张力拉到了一种近乎窒息的高度。最后说一下这部剧为什么有可能火。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平台加持。腾讯视频 X 剧场之前出过《漫长的季节》这样的爆款精品短剧的制作基因已经被市场验证过，观众对 X 剧场的悬疑剧已经有了一定的品质信任度。这种信任度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流量杠杆，很多人不是冲着徐凯或者丁勇带来的，而是冲着 X 剧场的悬疑剧应该不会差这个认知来追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方圆800米开播前预约量达到79.2万，创下 X 剧场待播剧的新高。开播仅3小时，站内热度值就突破20149。直接登顶平台飙升榜。从观众的初期反馈来看，首播封神质感再现父子暗战，看得人手心冒汗，成为主流评价。口碑和热度的双线走强，已经具备了黑马剧的早期特征。当然，2026年的悬疑剧赛道竞争并不轻松。此前播出的《危险关系》虽然阵容强大，但未能达到预期。隐身的名字评分勉强及格，故事越讲越平淡。叵测虽然有狂飙的潜质，但设定处处老套。方圆800米能否在这一轮悬疑剧厮杀中真正突围，取决于后续剧情能否保持前4集的节奏感和反转密度，也取决于徐凯的表演能否在后期的重头戏中撑住角色崩塌时的那种失控感。毕竟，一部悬疑剧的前期热度可以靠话题和阵容拉动，但要真正成为口碑黑马，
剧情逻辑和表演厚度缺一不可。说到底，方圆800米打的不是一张猜凶手的牌，而是一张亲情和法律放在天平上，让你看着他晃的牌。当正义遇上亲情，没有标准答案。父亲抓不抓儿子？儿子还藏不藏？母亲站在哪一边？这些问题，导演没有给出答案，也不需要给。每一个看剧的人，心里都会有一杆自己的秤。